路飞丢失的生命卡伏笔，和之国还没有交代的故事。大家好，我是朱 Evan。随着1051话，桃之助宣布成为新的将军，和之国篇的故事已经快要结束。那么在篇章末尾，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目前和之国篇遗留下的伏笔与未交代的故事。早在3年前的和之国开篇时，曾经有过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路飞在攀越瀑布后，和三尼号一起被卷进了大漩涡中。醒来时已经在酒里的沙滩上，为了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到达和之国，路飞想找一下帽子里的生命卡，却发现生命卡全部掉海里了。之后故事继续推进，也再也没有提到这个细节。那么问题来了，这些生命卡是就此消失了，还是将成为引出其他人物的线索呢？在海贼王的设定中，生命卡是一种不怕水火的特殊纸张，由主人的指甲掺进材料中做成，能够代表主人的生命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同一张生命卡撕下的部分会互相吸引，这样就能在茫茫大海中找到对方的位置，是比记录指针更加特别的指引工具。而当时路飞身上至少有3张生命卡，第一张是当时在香波地群岛时雷利给所有草帽团成员的生命卡，用来指引他们找到自己渡魔的地方。没想到后来在黄猿的追击下，草帽一伙天各一方，并开始了2年的修行。这张生命卡后来被路飞珍藏在自己的帽子里，没有还给雷利，所以这张丢失了雷利生命卡，如果被其他人得到，就能很快找到雷利所在的地方。这些年来，雷利虽然一直待在香波地群岛，但无论是海军还是海贼，都很少能找到本尊。低调的行踪、强大的战斗力，加上下棋的情报网，多年来一直相安无事。但作为原罗杰海贼团副船长，雷利又对那些分散在大海各处的罗杰海贼团成员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罗杰海贼团解散后，他们的主船奥罗杰克斯森号下落不明，船上那个神秘的巨蛋也跟着一起消失。多年来，海军和世界政府并没有找到他们的行踪。与雷利齐名的另一位海贼王副手斯巴克贾巴，大概率和后来的白胡子长胆一样，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隐居着。当时在漫画631话的扉页连载故事《来自世界的甲板》，就有一位跟库洛卡斯大叔叙旧的神秘人，虽然只有一个背影，但那标志性的长发与贾巴的发型非常相似。当年路飞一伙人到达双子甲时，库洛卡斯就从他身上看到了罗杰的身影。结合那个扉页连载的背景，库洛卡斯很可能与这位旧人分享有关路飞的信息，神秘人也很可能对路飞产生兴趣。如果这个人就是贾巴的话，也许在未来的篇章里将是找到最后一块路标历史真文的关键。当年在渔人岛，贾巴就和尼普顿有一个对话特写，贾巴有没有可能就是收藏最后一块路标的人呢？种种迹象表明，罗杰海贼团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这群得知了拉夫德鲁真相的家伙们读懂了罗杰最后处刑的意义。如果这一切都是为了推动乔伊波伊的出现，那么现在路飞的成长一定会与罗杰海贼团剩余伙伴产生交集。那张遗失的雷利生命卡有可能成为罗杰海贼团重新集结的契机，并在最终章里和那个神秘蛋所孵出的生物一起出现。第二张丢失的生命卡是在德雷斯罗萨大战后，萨博为路飞制作的。在离别时，萨博拿走了一角，后来草帽大船团分别时，七名船长以及贝拉米都拿走了一角。这原本是作为未来重逢的重要伏笔，但因为路飞将自己的生命卡丢失，也就意味着之后草帽大船团的伙伴们也只会被吸引到那张遗失的生命卡所在的地方。那么这张生命卡最后被谁找到，就会引发一次新的事件。在即将到来的最终章里，它将会变成一个契机，将分散在各处的伙伴集合起来。在鬼岛决战中，路飞几次被凯多吹到濒死的地步。按照生命卡的设定，当主人生命力下降时，生命卡会出现烧焦的样子。如果草帽大船团的伙伴们看到路飞的生命卡出现异样，一定会觉得他遇到了危险，前来相助。目前下落不明的萨博一行人，因为与革命军总部失去联络，也很有可能按照路飞生命卡的指引赶来会合。但是等待他们的却不是路飞，而是另一个得到了路飞生命卡的人。甚至萨博有可能因此与草帽大船团其中一些伙伴重逢，并得到他们的协助，似乎有点扉页连载故事的味道了。第3张丢失的生命卡是在佐屋分别时，猫腹蛇给警卫们做了一张生命卡，并分给了不同小队，用来指引大家前往和之国。这也是为什么路飞、娜美、山治等人从蛋糕岛出来后，可以直接找到和之国方向的原因。但是因为路飞落水，这张生命卡遗失，导致路飞在进入和之国后没办法及时与大家会合，然后就遇见了小玉，并对之后的剧情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这张生命卡的丢失纯粹是为了展开剧情，但也不排除未来有人找到警卫们的生命卡，并通过它找到和之国的位置。总的来说，和之国开篇路飞落水并将生命卡丢失的桥段，虽然看似漫不经心，也没有影响到后来的决战，但前后的几次刻画相信不会是毫无关联，更有可能是在为之后的剧情做准备。1051话大和正式提交入团申请，迈出上船的实质性一步，令人兴奋。可爱的小玉也有了一段回忆杀，非常催泪。但跟这2个角色比起来，另一个角色才是本话真正的焦点，极具争议，他就是光月桃之助。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用这一篇幅聊聊和之国武士的刻画问题。本话剧情伴随着桃子的激情演讲展开，这段讲说分成了3部分。第一部分是向百姓们展示了和之国未来的样子，不再有工厂，干净的水不再需要购买等等。第二部分是宣布忍者、海贼、毛皮族武士同盟齐心协力击败了凯多和大蛇，并表达了对恩人们的感激。第3部分是临时加入的警卫们鼓励桃子虚张声势一下，振奋一下人心。
于是桃子正式宣告自己将统领和之国，带着大家一起朝着桃源乡的目标前进。这段演说原本相当精彩，但争议也正出自于此。和上一话给人的观感一样，5400多名同伴浴血奋战得到了胜利，但最后的光环似乎集中在了九隐身上，难免给人一种不公平的感觉。更要命的是，赤教九侠似乎并没有什么重大贡献，有点得位不正的意思。事实真的是这样吗？1051话确认了九隐最终的名单，分别是警卫们、传次郎、和松、小菊、全狼、猫腹蛇、小忍、雷藏以及桃之助。既然这场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妨来回顾下他们都为这场胜利付出了什么。首先是警卫们，作为九侠之首、武士们的领袖，也是寻找同伴发起讨伐的关键人物。正是因为他带着桃之助等人出海，最后机缘巧合在庞卡哈萨德结识了草帽一伙，成为一切的转折点。后来回到和之国，又因为自己的失误误导了内奸看十郎，使得武士联军的力量得以保存。最终的结果是5400名战力能够出阵鬼岛。接着是传次郎，在大蛇身边隐忍了20年，相信他有无数机会可以干掉大蛇。但和之国真正的对手是强大的凯多。为了讨伐的那一天，传次郎一边扮作丑三小子劫富济贫，另一边扮作款死郎获取大蛇的信任，并暗中保护日和。最终也是由他亲手了结黑蛋大蛇，然后是犬狼和猫腹蛇。在杰克袭击佐屋时，拼死保守住了雷藏的秘密，而后又带领毛皮族的战士们加入到鬼岛决战，是与凯多交手的先锋军，挫败了包括杰克、蛮霸者在内的屋顶部队，是后来超新星和四王能够放手一战的重要前提。从屋顶下来后，犬狼又再次将杰克击败，而猫腹蛇则是击败了佩罗斯佩罗，这两个都算得上是强敌。接着是和松和小菊，他们现在突往监狱，协助路飞镇压了巴巴奴基军团，救出了暴五郎和黑帮老大们。而这些人后来成为鬼岛战场里武士们的领袖。后来和松帮助索隆解开了与鬼王之间的误会，间接促使了索隆将秋水换成了炎魔，也才有了后来索隆解锁霸王色，斩落炎灾的高光时刻。小菊虽然是武士中战力相对普通的一人，但在断臂后咬牙坚持战斗的意志，甚至得到了凯多的赞许。然后是小忍和雷藏，忍者们虽然不是战场主力，却凭借忍术的力量一次次扭转战局。雷藏的高光时刻就是最后用大水拯救了城堡内的所有人，包括武士、草帽一伙等等。如果没有这场大水，伤亡将无可估量。小忍则是在整场战斗中舍命保住了桃之助，明明是尖锐恐惧症，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箭头。后来又是他带着桃子逃脱了凯多的追杀，并用叔叔果实的力量使桃之助变成了28岁的巨龙，也才有了后来拯救坠落鬼岛的奇迹。要说回来，当时小忍在九里玉田城还帮大家躲过了凯多的热袭。简单回顾一下这8人的事迹，他们的大部分功绩其实并不在与凯多的战斗中。但话说回来，与 BOSS 凯多的战斗从一开始也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当年光月玉田都没能打败凯多，20年后凯多的实力变得更强，仅凭赤教九侠和武士们的力量，根本无法战胜强大的百兽海贼团。玉田在留给石夫人的遗书中，也很清楚能够将凯多打败的人，应该是20年后涌入新世界的年轻强者们。所以尾田从战争开始前就在铺垫，能够战胜凯多的主角应该是路飞、索隆、基德、特拉法加罗等超新星，而武士们则是以自己有限的力量去协助路飞达成这一目标，也才有了伙伴们接力将路飞送上屋顶这样的桥段。认清自己的力量不足，主动寻求帮助，这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和之国篇登场人物众多，导致落在每个角色身上的刻画都变少，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努力，最终全部导向了胜利的结果。不能因为最后凯多是被路飞一拳打倒，就认为胜利应该只属于路飞，这应该是所有人努力的结果。正如路飞那个拗口的同盟名字——忍者、海贼、毛皮族、武士联盟，任何一方的名字都应该被记住。桃之助也在自己的演说里强调了不能忘记恩人们的情谊。8岁的桃之助如果想要报恩，那就将路飞口中那个约定化为现实，将和之国变成一个人人都能吃饱饭的国家。当上将军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为了不辜负所有人的期待，桃之助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让自己配得上将军的名号，超越父亲的成就。当年玉田开辟了九里的桃园农场，成为了九里大名。现在桃之助成为了新的将军，然后将和之国变成桃源乡，完成对称。1051话和之国大战终于告一段落，但大战前后发生了许多事，却还没有交代，至少有5个事件悬而未决。第一个未知事件，失踪的阿赫。漫画959话，在赤教九侠们出征鬼之岛的前夕，百兽海贼团征打霍尔德姆，为了调查农场失窃大批粮食一事，来到简陋镇逼迫村民们招供。警卫们的妻子阿赫为了保护大家，主动提出要给霍尔德姆带路。但是他已经猜到光月武士们正在准备讨伐凯多，但警卫们穿越后还没来得及和阿赫重逢，这个剧情自此便没有了下文。1051话和之国各项都有给到特写，但唯独没有出现简陋镇和阿赫的情况。2年后的几个大篇章里都会刻画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而和之国显然就是警卫们与阿赫的故事。跨越了20年岁月，依然守候着彼此，希望这次不要再发刀子了。第二个未知事件，弗兰奇的10万人军舰。漫画955话，弗兰奇在九里伊达港负责打造出征鬼岛的船只，曾经留下一个 flag，
要保证来10万人也能顺利坐上船只，甚至还跟其他人打了赌。然而最终出发前往鬼之岛的总兵力是5400人，但是传车郎还特别强调，他们开出了足够多的船，弗兰杰多准备的船只果然派上了用场，但这个数量距离10万人还相当遥远。这些剩下的船只到底会有什么作用呢？在之前的分析里，我们曾经认为这些船是给和之国未来的灾难准备的，当和之国面临毁灭危机时，人们也许只能通过船只前往大海避难。但现在大战已经告一段落，这些船只也许暂时派不上用场，而将会在未来的世界大战里成为光月家出征海外的战舰。特别是那艘印有光月族徽的旗舰，新任将军陶之助率领10万武士联军加入到最后的世界大战中，协助乔伊波伊对抗天龙人。第3个未知事件，福之福的生死。福之福是所有飞六包中最有故事的一人，除了知道香蕉果实的特殊性外，也是勿扰星之外知道并且提起太阳神尼卡的角色。在漫画1018话时 ，CP0 曾经提出想要将其抹杀，理由是他当年曾经从世界政府带走了不少机密。虽然这些情报已经过时，但还是不应该留下这个人。这个抹杀行动因为后面发生的种种突发事态，最后没有实现。福之福的生死成为了一个谜团。当然，作为动物系古代种能力者，被市民击败的福之福大概率只是暂时失去了意识，并没有死掉。那么，他所知晓的关于橡胶果实、太阳神尼卡等等情报，与之后5档路飞的纯白色特殊形态等等信息结合到一起，凯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许能从福之福口中得到答案。一旦太阳神的传说成为现实，势必又会对整个世界产生震动。第4个未知事件，黄金之国的谜团。漫画937话，索隆在劫道桥与牛果然交手，对方提起了刀神罗马的传说。罗马是让和之国武士之名威震海外的关键人物，而和他交手的敌人正是那些觊觎和之国黄金的海贼。由此牵扯出数百年前和之国被称为黄金之国的背景。海贼与世界贵族的入侵，证明了和之国中藏有黄金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然而整个和之国篇连载至今，却没有一丝黄金之国的感觉。和之国在大蛇和凯多的摧残下已经残破不堪，凯多和百兽海贼团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占据黄金的迹象。和之国的黄金就好像在某一个时间点，因为某个事件突然消失了。如今和之国的闭锁局面，是不是因为光月一族想要抵御那些觊觎黄金的人，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呢？黄金之国的秘密，直到和之国篇结束也没有答案。但是大量的黄金不会凭空消失，也许宝藏的形式藏在某处。莫名让我想起了当时被称为黄金乡的香多拉，以及贯穿整个空岛篇的黄金钟。黄金钟所发出的声音非常奇妙，是不是暗示着在海贼王的世界里，黄金打造的东西与声音有某种联系呢？巧合的是，由和之国光月一族制作的历史正文，也是一种能够发出声音的独特石碑。也许历史正文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黄金。光月一族为了历史正文，耗尽了国内全部的黄金，而在历史正文的使命结束时，存在另一种方式能够将它们变回黄金。到时候这些巨大的黄金块就是最佳的宝藏。第5个未知事件，天月一族的目标。还记得石夫人的原名吗？她叫做天月石。天月家同样是和之国5大家族之一，与双月家、风月家、雨月家和黑炭家齐名。然而奇怪的是，在整个和之国篇，有名有姓出现的天月族人只有天月石，并且它并不存在于当前的时代，而是利用时间果实的力量从800年前穿越而来。而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寻找800年后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那一天，也就是世界黎明到来的时候。石夫人在最后的独白里用了逃这样的字眼，说明在800年前一定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情。而他穿越后一直想要寻找和之国，与光月一田一直坚持想要让和之国开国，两者应该是出于同一个理由。和之国是迎来世界黎明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他们两个都没有选择再穿越20年，直接到达那一天。也许是因为他们知晓了自己的使命，想要迎来世界黎明，他们有必须完成的事，并且不会有人替他们完成。这大概就是石夫人在府主之行后一切行为的原因。以上这5个未知事件，大部分看起来都是和之国自己的故事，但仔细深究，又跟空白100年、世界黎明等等海贼王最关键的元素息息相关。其实不止以上的几处伏笔，尾田在和之国篇还没有完成交代的细节还有很多。例如玉田死前留下了2把刀，为什么最后会在飞彻手中？花之都将军府内摆满了木戒指的房间到底有什么深意？曾经作为玉田坐骑出现的山神白珠之子，现在藏在和之国什么地方？和之国留下的谜团实在太多，我们也能看到尾田正在末尾计划里努力填坑。例如在1051话中，给小玉的团子果实能力做了一个注解，其能力会在1个月后消失，但是动物们会选择自己的去留。马美就被小玉的真情感动了，大概率会留下来继续照顾小玉。经过1个月的生活，也许大部分给付者都会选择留下，这也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在没有能力的影响下，成为真正的朋友。当然，最让我们在意的还是凯多珍藏的那块红色路标历史真文，究竟是藏在鬼之岛的什么地方？也许很快就会揭晓。在得到它之后，草帽一伙就凑齐了3块路标，距离拉夫德鲁只剩下1步之遥了。你对和之国篇的评价如何？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51话和之国篇细节伏笔的回顾啦，我是朱尔本，下期见啦。